时值16世纪，人类进入了大航海时代的高潮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相继崛起，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浪潮到来。西葡两国在菲律宾和澳门建立了东亚、东南亚殖民活动的核心据点，这些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中国真正融入到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成果，要等到300年后的19世纪。在此之前，99%的中国人都不知道美洲、欧洲的存在，也不知道印度、大陈这些有交往的国家的地理位置，这些也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其实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明朝的中国和大航海时代之间，互相都有深刻的影响。明朝的后100年也经历了深入到社会的全球化变局，只是最终我们没有走通这条路。而且即使是抛开这些新论调，西班牙银和日本银的流入拯救了明朝经济，也是一直以来的经典假说，甚至这可能也是张居正变法的基础。在交纸的视频中我也提到，明朝的纸币其实也伴随着大量滥发而不被信任。那么如果没有这些实物银的流入，民间和朝廷之间是很难建立起来足以支撑一条鞭法的互信的。那么这些实物银收入是怎么被中国赚到手里的？今天我们来聊聊大航海时代的东亚、东南亚这一区域的三角贸易、银丝对流，以及这些活动在中国的影响。这里是花散里，记得先点赞订阅哦。明世宗嘉靖帝、穆宗隆庆帝和神宗万历帝这几位皇帝虽然都吃到了全球化的红利，却没有感知到世界新格局对于中国的影响，处于任由其发生伺机牟利的状态。而明熹宗天启帝在位时间太短，难有作为。而明思宗崇祯帝则是在修补历代积弊，天天被重要且紧急的任务搞得焦头烂额，自然也顾不上修正海外贸易政策这种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自然这么些朝的皇帝对此事大体都是沿袭成规，力求无功无过。用一位故人的话说，就是落入了用管理火车站的方法来管理机场的陷阱，后果才尤其的严重。在这段时期，嘉靖年间，葡萄牙商人自称在澳门搁浅，要求暂时居住。这件事可能是发生在嘉靖36年，也就是1557年。除了后来的发展对澳门的深远影响，这件事其实本身也说明，葡萄牙人在此之前已经来往于中国沿海，与海盗或者是倭寇有交往。把澳门作为定居点之后，这种活动就有了本质升级。然后1571年，葡萄牙人又依葫芦画瓢，在日本的长崎取得了长期据点。毕竟真正的占有长期据点，才能练成绝世贸易路线嘛。就像我从来没有看过武侠小说中某个大英雄的传世武功秘籍是靠抵押贷款20年分期买来的，听起来就很不靠谱，难免让人觉得英雄气短。那么玩过封面这个游戏的小伙伴呢，应该就知道，葡萄牙人这已经建立了以澳门为中心，东到日本长崎，西到印度果阿港的经典稳定航线啊，再升级一下，还可以把泉州、满加拉和雅加达也纳入到这个航线中。而这个三角贸易在历史上被称为银丝对流。复旦大学历史系樊书志教授在他的《晚明大变局》中写道，1561年到1580年的20年间，澳门从一个500余人的小村落发展成为人口2万多人的城市。这个人口规模在16世纪末算是一座大城市了。葡萄牙人在这里建立了医院、教堂、学校、船舶修理厂、钟表工厂等等航海附属设施，俨然成了一座西洋城市。之后，明穆宗隆庆元年，大明取消了彻底的闭关锁国政策，宣布小范围开关，以福建漳州港为试点，开放海外贸易。本身以前海禁的借口之一就是倭寇之患嘛，前几年倭寇的武装力量被大大削弱，现在正是时候。而且海禁开了这一个口之后，倭寇问题更是大大的平息下来。东南沿海有了繁荣机会之后，做倭寇的人就少了很多，人们开始从事更安全的外贸业务。当然，明朝也是有类似市舶司啊、13行之类制度的，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允许贸易之后，葡萄牙人开发了以大帆船为核心的稳定的银丝对流航线，也称满加拉大帆船贸易。基础的路线是：第一年的5到6月份，乘着西南季风从印度的果阿港出发，装载着象牙、胡椒、檀香、苏木等等中国市场喜欢的商品，大概次年夏天到达澳门卸货出售，然后在中国采购黄金、绸缎、生丝、藿香、棉布这些产品。第2年秋天出发，拉到长崎出售。除了这些东西，日本几乎不生产。还有一个因素是，日本当时的金属通货规定是黄金，但是日本多产银而少产金，所以这一趟能换不少的白银。然后又在第3年的秋天，拉着日本的白银从长崎出发，大概第4年夏天返回到澳门。因为当时明朝的金属通货基本是白银，并且因为内部原因正处于缺少白银的时候，所以这一趟也很赚。然后又用这些白银采购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然后在这一年秋天再次起航返回果阿。
丝绸和瓷器是欧洲人喜欢的商品，果阿港的欧洲航线又比东亚、东南亚多了不少，所以可以把这些中国的商品在果阿转手给其他的欧洲商人，由他们贩运回欧洲出售。船队也就成功的在这里把这几年的努力成果最终换成了西班牙银币等等全球通行的货币，完成了一轮银丝对流贸易。这一趟可以获得足以富裕一生的极大利润，可以回老家跟约定的女孩结婚了。当然后来的大规模操作，大家也不全是每个节点都要花1年，这个时间是可以缩短的。一般来说，这一趟短则3年，长则5年。除了这条葡萄牙人开辟的银丝对流商路，当时呢，中国参与的重要全球商路还有一条是西班牙人的跨太平洋商路，把大量的中南美洲的白银拉到中国换取商品。这条商路为中国带来的白银大概也有银丝对流商路的30%左右。安德烈·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中估算，这2条商路在中晚明向中国输入了7000到1万吨的白银。晚明大变局也引用了这个数字，但是这个数字大概占了当时全球产量的30%。考虑到当时的西班牙、奥斯曼、法国和德语地区这些其他的银本位大国的货币价值相关记录，我感觉中国应该并不能独占全球30%的新增货币。但是无论如何，西方的汉学家更多的还是认为，确实这段时期明朝的 GDP 和白银吸收量都是全球的2到3成。总之，白银的大量流入是肯定的，因此白银不足的问题得到了迅速解决，给明朝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贵金属货币的信用要比贱金属货币或者是信用代币好很多。只有人们对钱有了信心，交易、投资、雇佣才可以活跃起来，民间自发的远距离活动也才会发展起来。以前因为大明宝钞之类的问题，货币信用不足，人们是更愿意囤货而不是存钱。因为这种货币信用的问题呢，交易也是一直活跃不起来。其实一开始明朝的规定是，民间的金银铜钱都需要兑换成纸币代金券流通。可是当民间拿着纸币去兑换金属货币时，一般就会有各种理由搪塞，不让你换回去。加上交趾视频中提到的大明宝钞大量超发，所以老百姓就纷纷拒绝使用宝钞。后来民间自发的又开始使用实物银来做交易货币。建政刚不久的明朝廷权衡了一下，也感觉强硬禁止的话风险太大，于是就默认了实物银和宝钞并行。这就使得中国终于完成了历经数百年的铜本位转银本位的重要变化。而且当大航海时代为中国带来大量外银时，正好是白银真正成为中国人货币的时代。也就是说，这些白银真正有机会成为一些中国人的原始资本，商品经济和雇佣关系的资本主义萌芽随之诞生。从南宋开始到明朝中期维持了500年的民谣苏湖蜀天下足，到了明朝中期变成了湖广蜀天下足。这里的湖并不是继承自前面，苏湖指的是苏州和湖州，再加上松江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长江三角洲，而湖广指的多是两湖地区。到了明末，苏湖两地都已经成了需要从外地引进粮食的地方了。而这个变化的发生，就是因为长江三角洲的人们很多都已经改行从事丝绸或者是棉布等等加工产业，放弃了传统的农耕生活。苏湖它不仅自己要引进湖广的粮，运往北方的粮食也要通过离长江三角洲更近的大运河，这就进一步促进了湖广和长三角进行分工。那么社会分工一旦启动，接下来会发生的自然就是城市化进程。随着产品的增加和地区分工更加明确，商品的交易量大大增加。在明朝前中期的农政赶集的周期是10天一集或者15天一集，而现在交易量增加之后，一些产量大的地区就开始有人经常要坐镇在集市搞采购和销售。这样的人多了，集市就变成了永久集市，他们再把自己的家人和下人一起带到集市上，就变成了一个小型城市聚落。这样的集市 Pro Max 在当时被称为市镇。晚明大变局就通过整理各地的地方志，介绍了大量这样当时新兴起来的市镇。而这一切蝴蝶效应的开始，就是银丝对流带来的那些白银。到最后都没有取消海禁的明朝，仅仅是少数外贸口岸的活动，却为整个经济系统带来了足量可信货币和原始资本积累，进而带来了全国经济结构的改变，也是历史的趣味。10年前左右的媒体或者是互联网上说全球化影响时，很喜欢用渗透这个词，想想还真是挺准确的。除了这2条核心贸易路线带来的巨量白银，这一波全球化浪潮还为明朝带来了番薯、马铃薯、玉米这些在当时看起来如同开挂的高效粮食。但是如上所述，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他们要么没有注意到，要么是无暇顾及这些全球化浪潮为中国带来的巨大正向变化，自然是天与福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遭其殃。
随着日本也锁国，防止白银外流，又随着被江户幕府垄断生产的日本瓷器在欧洲市场上取代了中国瓷器，银丝对流贸易体系先是和中国脱钩，而后又和日本脱钩，再后来终于变得对世界经济体系无足轻重。再然后，扩张的时代取代了发现的时代，地理大发现的先驱西班牙和葡萄牙也被打败，全球化的浪潮迎来了低潮期，白银流入量大减，重新激化了明朝的国内矛盾。然而明朝的国运也不足以让他看到下一波全球化浪潮了，不知道该算幸运还是不幸。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关注啊，我们下期再见。